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兄弟。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拍过一部《黄金鼠饲养全攻略》吗？距离那一部影片呢，拍摄到现在已经有1年多了。今天呢，就是要来给它做一个更新。那如果你是新手或者是刚养没多久的粉丝呢，可以先看上一部影片，看完上一部影片，然后再来看这一部影片，会有更多的收获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来开始。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就从笼子的选择开始讲。在上一部影片呢，我们有提到德国的标准是100×50，但其实是错的。100×50是指小型鼠，它们需要100×50。黄金鼠呢是建议要120×50以上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笼子也不符合德国的标准。将来有机会的话，把这个笼子呢，会想把它换掉，换成120×50的。布卡星它有出一个魔方 3.0， 那个尺寸呢就是有120×50的，算是有一点心动，但是我迟迟不敢下手，因为怕就是自己逃回来会坏掉，加上这个笼子呢其实也没有坏。在社团呢有看到一只鼠鼠把魔方 2.0， 然后那个底板啃坏，算是有一点小担心啦，所以还在做功课当中。那也是有想过要不要跟哈木易一起设计一款新的笼子，那这个算是还在看啦。对于算是刚入手的，应该算是还不错。可是用久了呢，还是会有一点小缺点。它这个亚克力的那个面板算是偏薄的，这个叫云朵熊，它就是这里有那个熊熊的图案，导致呢你想要偷窥鼠鼠的时候，其实有一点不方便，因为它那个图案会挡住鼠鼠睡觉的地方。它看起来是很可爱啦，但是用久了就是会觉得好像不太需要这种图案，不然就是它图案可以坐在上面这样子，下面的话就可以这样方方正正的就好了。如果你是想要使用这个木笼的话呢，建议你们一定要在它的底部边边粘上纸胶带，因为如果鼠鼠乱尿尿渗到那个木板里面啊，就会很臭，所以你粘纸胶带的话，它只是在纸胶带的上面而已，就是多一层保护。只是比较麻烦，就是每次大整理的时候都要换，因为只要它们有尿尿，然后你没有及时清到的话呢，很容易就渗进去了。虽然是一个小缺点啦，上面的盖子可能就是用久了，这边会有一点凹下去的感觉，但是也是不影响使用。加上它这个高度算是够高的，可以满足后扑。第二个再来说跑轮的部分，那跑轮的部分呢，最一开始是用25的，然后25的觉得有点太小了。那跑轮除了大陆那边的艾特啊、布卡星、他是，还有台湾最近也有噗噗拉达也有出他们自己的跑轮，然后还有我们宠物展的哈木易也有出他们自己的跑轮，所以跑轮的部分算是除了大陆的选择，然后台湾的也可以尝试看看。我们宠物展有抽到哈木易的跑轮嘛，所以我们之后呢就来跟大家开箱我们哈木易的跑轮，它的优点、缺点之类的。阿月真的很严格，比我想象中的严格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它的小窝。那对于像我们这种后扑的人来说呢，它的小窝其实会比较偏向增加一点它遮蔽的地方。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后扑类型啊，其实蛮建议大家买一个像是这种我做的这种偷窥屋，你可以让鼠鼠选择自己睡在这里啦，然后你又可以观察它就是睡觉的情况啊，算是蛮疗愈的。然后你也可以看看它就是呼吸有没有不正常啊。那现在呢，因为我昨天把住宝这里换了新垫料，然后加上因为它乱尿尿，尿在另一边，结果全部都是臭掉了。然后把它换新的之后，它刚刚原本是睡在这里，你们看那个洞啊。然后结果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本来想说要拍给你们看的时候，它就不见了。但是其实我还是有拍到啊，就是当下要录影的时候，发现它怎么已经不见了。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它睡在哪里。下次我们做一个这样前面一整排的
偷窥隧道给它睡。那像遮蔽的小窝啊，最近就是也蛮流行3D 列印材质的小窝，像是上次买过这个仿真草啊，就是3D 列印的材质，它其实也是可以直接拿去水洗的。如果你的叔叔会在窝里面尿尿的话，其实像那种3D 列印材质的也不错，就可以直接拿去水冲一冲，这样就干净了。第4个，饲料的部分，蛮常有人私讯我说饲料要怎么保存啊？其实像现在夏天这么热啊，我通常都是他们快吃完的时候，我就会赶快下单新的饲料，然后收到的时候，我会先把它拿去冷冻2-3天，然后之后就把它分装。这个小罐的呢，就是我装大概1个礼拜的量，那个大盒的呢，就一直放在冷藏，不会每次这样一整罐拿下来退冰，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变质。最近住宝吃的都是叔叔贝贝家的，因为他们家的出货很快，然后料也都很丰富，住宝吃的很开心。再帮他额外买草圈啊，或是葫芦巴子片，还有那个冻干豆腐啊，都会一起给他吃。然后我们上集有说到，就是瓜子的部分，有说瓜子不能吃太多，容易上火，但其实有书又说上火这个词呢，在叔叔身上其实不叫上火，应该说任何东西你吃太多都不好，因为他们说瓜子的油脂其实是好的，只是你吃什么东西吃太多都是不好的，所以其实没有说吃瓜子就会上火这个说法，这是我们之前有少讲错的部分。第5个，饮用水的部分，因为我们以前也是有买过水碗嘛，然后跟水瓶。住宝一开始呢，他不会用水瓶，就是我观察了1-2天哦，都没有看过他用水瓶，然后结果我就用水碗给他喝，结果他竟然喝了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住宝应该是不会用水瓶的叔叔。结果我就去问那个送养的人嘛，然后送养人说，怎么可能？他在我家都是用水瓶欸，怎么可能到你家就没有用水瓶？我说真的啊，他都没有用水瓶，然后现在改用水碗。水碗用了一阵子之后，我又发现，怎么都觉得没有看到他在喝水，然后那一阵子就是我都没有看到他喝水，然后加上水碗，因为它是开放式的嘛，也不确定是水分蒸发掉还是叔叔喝掉，反正那一阵子用水碗我就很少看到他喝水，然后之后我又再换回用水壶，他又喝水了，所以应该是他又不喜欢用水碗了。反正有一点奇怪，然后但是我跟你们说，就是用水瓶的好处是因为他喝水会有声音嘛，就可以知道他现在正在喝水。那你用水碗呢，如果你没有看到他喝的话，其实就是有一点不确定说他到底有没有喝水。对，但就是各有优点跟缺点嘛，这个部分也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。再来第6点，垫料的部分，一开始领养到住宝嘛，以为它是长毛叔叔，就是那种毛很长的。其实住宝长到这么大啊，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没有算到很长的那种长毛叔叔，它应该算中长毛。它在垫料的部分上面用起来跟阿柱以前其实差不多。之前它那个毛有2撮屁屁毛，然后那2撮很容易就是卡到木屑啊什么的，就是要给它梳。然后那阵子我想说，那不然我把它2撮剪掉，然后修一下，不要让它那么长大截。结果修完那2撮毛毛啊，就没有长那么长过了，它2撮就变成短短的而已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以为它应该很快就再长出来了，结果也没有。垫料的选择就是最近也是有很多那种新的嘛，像是我们上部开箱的玩珠子棉，就是也是不错的。然后还有上一部在宠物展抽到的那个垫料，都还算是蛮好用的。那在社团呢，有一些人他会说不要给叔叔用木屑，但是其实这个说法我觉得，应该算不是这么的准确，因为你说不要给他用木屑，应该是说不要让叔叔用劣质的木屑，像是宠物店有卖那种劣质的，然后压缩，然后是松木或者是什么有香味的那种木屑，其实那种是不要给他用的，因为那种粉尘很多。那像现在有其他有牌子的木屑，其实我觉得算是可以让他们打洞的垫材啦，因为如果你全部都是用纸棉的话，那个打洞效果其实没有那么好。你的叔叔是那种过敏鼠啊，它一点点粉尘都不行的那种，才会
里全部都是用储脂啊，或是比较更少粉尘的垫料，所以木屑的挑选呢，可以选破破大大啊，或是大牌子一点的。那像助宝呢，我就觉得它不适合用我以前买的胖嘟嘟家的那个慕容，那个就太细了，因为它算是中长的嘛，太细也会卡它的毛。那像这种中长毛的叔叔，我觉得就比较适合用大爆花或是小木卷。但是上次用了苏维苏格的小木卷，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它的粉尘很多，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品质就是不太稳定了。竹草的垫料可以用厨房纸巾啊，或是竹枝参啊，都还不错。下面助宝睡的地方我都是放竹枝参，然后他都很喜欢睡在那里，但是他现在跑不见了，不知道跑去哪。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算是更新版加上养到现在遇到的一些小问题。最后呢，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养阿柱跟养助宝呢有什么不一样的感想。阿柱呢算是比较活泼好动，时间到了他一定要出来，他不出来呢他就是会搞破坏啊或是怎样的，然后也算是比较早起的叔叔。那助宝的话呢，他就是属于比较可以自嗨的类型。对，因为他现在都很晚起来嘛，然后有时候我们遇不到他起来，然后你硬挖他起来了，他也不要，他就是起床之后，然后就去跑步，然后跑完了他就回去睡了，然后他也不会一直制造噪音说他要出来玩。但是他有时候早上呢，他会突然要出来，他就是会趴在这里，他出来一下下就自己溜回去，然后就睡觉了。然后助宝还有一点啊，就是我觉得他好像没有我跟助爸也可以活得很好。好像是耶，反正他就是只要有吃的、有喝的、有玩的，这样就好了。那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就到这边，希望有帮助到各位小粉丝们。那大家如果也有想要看我们开箱什么用品啊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或者是你有用过什么很好用的呢，想要推荐给我的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，让我们把这个好物呢一起分享出去，拒绝花任何的冤枉钱。没有错，讲得太棒了。还想看我做什么的时候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还没订阅的手把手帮忙，记得订阅。希望你好心知道，就希望在那里宣传好视频。那我们就下回见，拜拜拜拜。